我和萧逢荣是上京城里出了名的死对头，我们从小比到大。今日他包下半座酒楼请人吃席，明日我便买下整条街的点心分给路人。他得了一匹西域好马，我便缠着我爹替我寻来一匹更漂亮的。他裁了蜀锦新袍，我就打了一整套点翠头面，非要把他比下去。总之，只要萧逢荣有的，我季清浊就一定要有。他想压我一头，我便偏要踩着他的影子往前走。后来比着比着，我们开始打赌，赌钱、赌物，赌谁更有面子。再后来，萧逢荣不知抽了哪门子风，竟把他那位明月清风般的哥哥也牵扯了进来。他说，若他输了，萧凤清便替他来给我赔礼3日。第一次他输了，萧凤清来了祭福；第二次他又输了，3日变成半旬。再后来，一次又一次累加，他欠下的赔礼日子竟滚到了500多天。等萧逢荣终于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时，我和他哥已经定了亲。他还傻乎乎的抱着萧凤清的胳膊问：“哥，你说他会不会喜欢我？”我叫季清浊，是户部尚书府的独女，上京城里有名的纨绔。我爹娘老来得女，把我当眼珠子头，要星星不给月亮。所以我自小就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我要不来的，除了萧逢荣那张臭脸。萧逢荣是丞相府的2公子，跟我一样，名声不怎么端正。他哥萧逢清却不同，萧逢清是上京城里出了名的端方君子，读书好，脾气好，长得也好，就是命不大好，摊上萧逢荣这么个糟心弟弟。我和萧逢荣打从会走路起就看彼此不顺眼，他有的我一定要有，我有的他偏要压我一头。他新得了一匹大宛骏马，我便缠着我爹从西域弄来一匹汗血宝马，毛色比他的亮，个头比他的高，牵出去溜了一圈，萧逢荣脸都绿了。我新打了一套点翠头面，隔天他便裁了一身蜀锦新袍，从头到脚明艳的像只开屏孔雀。2个人比着比着，便比出了门道。我们最爱打赌，一开始谁输了，谁便把当月月钱全数奉上。为了赢，什么花样都想。有一回，萧逢荣包下戏楼，请满楼客人听了一整日的戏，我不甘示弱。第2日便买下半条街的糕点，见人就送，街坊们吃得眉开眼笑，萧逢荣气得牙痒。可这么赌来赌去，总是不分胜负。直到上个月，萧逢荣大约是赌钱赌腻了，开始换花样。那日醉仙楼里，他翘着腿：“季清源，这回咱们不赌钱，赌点别的。”“赌什么？”他指了指隔壁桌安安静静喝茶的萧凤清：“赌我哥替我给你赔礼3日，我要是输了，这3日我哥听你差遣，替我赔不是。”我当场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栽下去。萧逢荣，你是不是有毛病？你哥是人，不是你的赔礼物件。萧逢荣回头看他哥，萧凤清端着茶盏，连眼皮都没抬，只淡淡说了句：“随你。”我后来想，萧凤清大约是早就习惯了这个弟弟的胡闹，懒得再管。但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懒得管，而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拒绝的意思。那一局，我们赌谁更会花钱，又不失体面。萧逢荣的法子是去酒楼吃饭时不用店家的抵扣券，他当场掏出几张5两的券，在众人面前撕了。我看了半天，实在没忍住。萧逢荣，你管这个叫有钱？5两银子的券，你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我反手从袖中摸出一张100两银票。今日这桌菜我请了，多出的银子给店里所有伙计添酒钱。在众人的评判下，萧逢荣输得彻彻底底。其实我只是想赢萧逢荣，让萧逢清来赔礼，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于是我转头对萧逢清道：“萧大哥，不必当真，我们就是闹着玩的。我也没想到萧逢荣真敢把你牵扯进来。”啊，不行！萧逢清扫了他一眼，萧逢荣意识到自己太激动，讪讪闭嘴。萧凤清这才温和地冲我笑了笑：“愿赌服输。”萧凤清真的跟我回了继父。我爹娘站在门口，看见我把萧凤清领回来，眼珠子险些掉下来。卓儿，这是萧家大公子。我扶着额头，萧逢荣输了，让萧大哥替他来赔礼3日。我爹张了张嘴，又转头看我娘，我娘倒是反应快，立马堆起笑脸：“萧公子快请进，寒舍卷肉，委屈你了。”伯母客气，是晚辈叨扰了。我看着他那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心里直犯嘀咕，这人怎么一点都不生气？若换成我，被亲弟弟这么牵扯进来，我早就掀桌了。萧逢荣果然就是被他惯坏的。回到院子，我让丫鬟给萧凤清收拾了一间客房。萧大哥，你安心住3日，就当散散心，别真拿自己当什么赔礼的人。我和你弟闹着玩，过几日风头过去，我便送你回去。说完，我转身就想走，萧逢清却叫住我：“季姑娘。”我回头，他语气平静：“你早上爱吃东巷那家带汤的小笼包，午膳喜用炒菜，晚膳多半吃面食。”他想了想，又问：“在下可有记错？”我愣住：“你打听这些做什么？”萧凤清没答，只是笑了一下，那笑温温和和，却让我莫名后背一凉。没什么，姑娘忙自己的便是。我逃也似的出了门，在廊下站了半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人该不会是替萧逢荣打探我的喜好吧？第2日，我真带萧凤清出了门。按理说，
像他这样的端方君子，该去茶楼听书，去书肆桃花，或者去庙里上香。可我季清浊出门能去哪？自然是去戏楼听戏。我那群朋友早已占了最好的位置。季大小姐来啦！哟，还带了个俊俏公子，这是谁啊？我正想让他们别乱问，萧逢清已经自己报了家门。在下萧逢清。场面安静了一瞬，随即有人小声嘀咕：“这不是丞相府大公子吗？怎么跟季清若混在一块儿？八成又是萧二公子赌输了什么吧？好好的端方公子，怎么也陪着他胡闹？”我听这些话听得多了，早就不往心里去。反正我和萧逢清本来也不是一路人。小二捧上戏折子，我正要点戏，萧逢清却忽然开口：“这位公子方才说什么？不妨再说一遍。”说话那人一愣：“我没说什么。”萧逢清盯着他，语气依旧温和：“你说他胡闹，也说他不成器，我听见了。公子是哪家的？”那人被他看得腿软，支支吾吾半天：“王侍郎家的。”王侍郎，改日我登门拜访，好好请教一下何为成器。全场鸦雀无声。我抬头看他，萧逢清低头对上我的目光，又笑了，像方才什么都没发生过。戏挑好了吗？我张了张嘴，愣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他俯身看了看我手里的折子，绿牡丹不错。绿牡丹讲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靠妹妹代笔混进诗社的故事。萧逢清这种人竟也懂这个。旁边方才说话的人脸色都绿了，我在心里哼了一声。我点这出戏可不是为了讽刺谁，要怪就怪有人非要对号入座。3日过得比我想象中快。萧逢清这个人和我想的不太一样。我原以为他那种端方君子，规矩多，架子也多，住在我府上，定会这也不习惯，那也看不惯。可他住下来后，我才发现，传闻里的萧逢清和眼前这个萧逢清真是两回事。第3日傍晚，我送他回丞相府，站在门口，我竟还有些舍不得，但嘴上自然不能认。萧大哥，这几日委屈你了。萧逢清站在台阶上回头看我，不委屈，这几日与姑娘同游，是在下的荣幸。我转身往回走，心里不知为何有点美滋滋。回家和我娘说起此事，我娘伸手戳我脑门：“人家萧大公子人这么好，你以后少跟萧二公子胡闹，别把人家牵扯进来。”我嘴上答应，心里却想，萧芙蓉那个混账东西，不出3日，准又要来找我麻烦。果然，第2日他就来了。萧芙蓉大摇大摆走进我院子时，我正坐在廊下吃葡萄。她穿了一身崭新的墨绿锦袍，头上簪了根白玉簪，从头到脚都写着“我又有钱了”。我连眼皮都懒得抬。你来做什么？她往我对面一坐，翘起腿，一脸欠收似的笑。季清沼，你最近很得意啊。有话快说。咱俩再来一局，这次还让我哥替我赔礼。我差点把葡萄籽咽下去。萧逢蓉，你是不是又犯糊涂？你哥是人，不是你拿来抵账的东西。他是我哥，我跟他商量过，他都没意见，你急什么？我深吸一口气，不赌。他挑眉，你怕输？我会怕输？我是不想拿你哥当筹码，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他？萧芙蓉嗤了一声，忽然换了话题。你身上这裙子哪儿买的？我低头看了看，今日穿的是前2日萧逢清陪我逛街时买的掐丝裙，藕荷色的底子，领口袖口绣了细细的银线缠枝莲，阳光下一走，亮闪闪的。那日在绸缎庄里，我本来嫌贵，萧逢清却说好看，还特意让掌柜给我量了尺寸，改了腰身。我问，关你什么事儿？萧芙蓉往后一仰，懒洋洋道：“我说句实话，你别生气，这裙子可真不怎么样，配色俗，穿身上像暴发户。季清浊，你品味怎么越来越回去了？”我看着他那张欠揍的脸，他眼睛里明晃晃写着来啊，来同我吵啊。可我脑中浮现的却是萧逢清那日在绸缎庄门口认真看了我半晌后说的话。季姑娘穿这个很衬肤色，这裙子遇上姑娘，算她运气好。就是明明很好看，萧芙蓉这个人真讨厌。我把葡萄碗往桌上一搁，激将法太老套了。萧芙蓉笑得得意。所以你赌不赌？我咬牙赌。这次赌的是谁能请到那位老画师给自己画像。那位老画师脾气古怪，王公贵族的面子一概不给，只给看得顺眼的人画。萧芙蓉显然没打听清楚，我爹与张老画师有些交情，小时候对方还给我画过一幅抓周图。2日后，我领着张老画师进了醉仙楼，老画师当场替我画了半身像，笔法老辣，神采飞扬。萧芙蓉输得心服口服，他倒也爽快。行，我哥接下来办情，替我给你赔礼。我赢了，却没多痛快，因为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逢清。我又把他迎来了，半旬，整整15日。这一回，萧逢清住进来时，明显熟忍了许多。头一天早上，我还没醒，就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我迷迷糊糊起床出去，萧逢清正同我院里的丫鬟说话。他昨夜说想吃南街那家芸豆卷，我买来了，别吵他，先放锅里温着。我靠在门框上打了个哈欠。萧大哥，你这么早做什么？他回头看我，手里拎着油纸包。醒了，正好，趁热。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还是烫的，险些沾到嘴角。你这人怎么这么会照顾人啊？他没有答，只是抬手替我拭去嘴角沾到的豆沙，动作太自然，自然到我和他都愣了一下。
我含着一口芸豆卷，脸忽然有点热。从那日开始，萧凤清彻底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要出门，他跟着。我那群朋友起哄，他也不恼，只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喝茶，偶尔看我一眼，笑得我莫名心虚。我问他怎么不和他们一起闹，他说看你闹便挺好。我承认，我确实挺吃这一套，主要是萧凤清这人实在好看。这日我路过他院子，听见里面有人说话，是个小厮，声音压得低，但院中安静，我一字不落都听见了。大公子，二公子昨日又在醉仙楼与李公子起了争执，把人家额角磕伤了，老爷气得摔了茶碗，说让您赶紧回去处理。院内沉默片刻，萧凤清的声音才响起，还是温温和和的。知道了。李公子伤得重不重？大夫请了吗？赔礼备了吗？都备了，可李公子那边不肯收，说只有您亲自去说话，他才信。好，我一会儿回去。小厮又说了几句，无非是丞相府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萧凤荣又闯了什么？老爷又骂了谁？夫人又急了多久？我站在墙根底下，越听越不是滋味。原来萧凤清的日子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好过。什么上京城第一端方君子，什么丞相府长公子前程无量，都是给外人看的。关起门来，他不过是替弟弟收拾烂摊子的那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怎么偏偏这本经总要萧凤清来念？中午吃饭时，萧凤清回来的比平日晚，衣裳换了一身，头发也重新梳过。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只默默给他碗里多加了一块排骨。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会替别人着想，可惜没人替他着想。也是从那天起，我忽然有些不忍心再和萧凤荣赌了。每一次萧凤荣输掉的，表面是赔礼期限，可真正被牵扯进来的总是萧凤清。所以萧凤荣再次来找我时，我第一次没有立刻应下。不赌了，你哥在我这儿住的挺好，你别老让他替你赔礼。行，这回赌钱，赌我新得的那幅字。不赌。季清昭，你是不是怕了？我怕你个头！最后我们还是赌了，结果萧凤荣输的比上回还惨。行，我哥再在你府上住1个月，从今日算起。我看着他，没忍住开口：萧凤荣，你能不能别老让你哥替你赔礼？他是你亲哥，不是你的旧键盘。你知不知道他为了你……萧凤荣原本转着腰间玉佩，闻言停住了手。他问：季清卓，你管我用什么方式对我哥？你是他什么人？我被他问得一噎。我是你债主。他往前一步，凑近几分。你管这么多，不会是把自己当我嫂子了吧？我脸腾的一下红了。不对，我一定是气的。萧凤荣，你胡说什么？他看着我恼羞成怒的样子，又恢复了那副欠揍模样。急什么？我随口一说。我气得一甩袖走了。走到一半回头，见他还站在原地，脸上的笑已经收起来，不知在想什么。后来我才明白，那是萧凤荣已经不是单纯想赢我了，他只是嘴硬惯了，明明想靠近我，却只会用最幼稚、最讨人厌的方式惹我注意。他越是想让我看他一眼，越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他一次次让萧凤清来我府上，起初也确实存着私心，他想让萧凤清替他看看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可他忘了，人心不是棋子。他把萧凤清推到我身边的那一刻，便亲手给了旁人机会。从那以后，萧凤荣隔三差五便来找我赌，我每次都说不赌，每次都忍不住，每次都是他输。1个月叠3个月，3个月叠6个月。萧凤清真正住在我府上的日子不过20多天，可账面上欠下的日子已经滚到了500多天。一个正常人被亲弟弟这般牵扯，多少该有点脾气吧。萧凤清倒好，他每日在我府上住的妥帖，事事安排周到，比我自己还上心。我有时看着他，心里直犯嘀咕，这人到底图什么？那日下着小雨，我撑伞去找萧凤清，他前2日说嗓子不舒服，我让厨房熬了梨汤，想给他送一碗。走到院门口时，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是萧凤柔。哥，他最近喜欢什么？我脚步一顿，萧凤清的声音传出来，依旧温和。问这个做什么？你帮我打听着呗，我总得投其所好吧。里面沉默片刻，萧凤清问：你天天输还赌？哥，我特意让你过来，不就是为了让你帮我打听吗？你住他府上这么久，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应该都摸清楚了吧？你给我透个底儿，下次我也好多和他说几句话。院里安静了下去，我站在雨里，手里的梨汤忽然烫得厉害。原来是这样，萧凤荣一次次输掉赌局，让萧凤清来我府上，竟是为了让他打探我的喜好。所以这些日子萧凤清对我好，都是为了他弟弟吗？碗从我手中滑落，碎成几瓣，汤水溅了我一鞋面，里面的声音瞬间停住，脚步声朝院门这边来。我猛地回过神，转身就跑。雨不大，细米落在脸上，凉得很。我跑出几步，听见身后院门开了，萧凤清的声音隔着雨传来：季姑娘。我没回头，步子更快，七拐八拐躲进回廊，藏在一根柱子后面，大气都不敢出。雨声里，他的脚步停了片刻，大概是看见了地上的碎瓷和梨汤，他又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没应。过了一会儿，脚步声渐渐远去，我靠在柱子上，心跳得像擂鼓，衣上湿了一大片，风一吹，冷得发抖。可比起身上冷，
心里那股凉意更叫人难受，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2句话。我特意让你过来，不就是为了让你帮我打听吗？你给我透个底，下次我也好多和他说几句话。原来如此，我越想越气，气着气着又觉得自己好笑。季清浊，你真是个傻子。萧逢清是什么人？上京城头1分的端方君子，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凭什么无缘无故对你这么好？你和他非亲非故，除了同他弟弟胡闹，还有什么关系？他图你什么？图你凶，图你横，图你天天同他弟弟斗嘴。人家若不是为了萧逢松，正眼都未必瞧你。我狠狠抹了一把脸，也不知道抹的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正烦着，丫鬟匆匆跑来：“姑娘，城西那位大娘出事了。”城西槐树巷有个老太太，无儿无女，靠给人浆洗衣裳过活。前2月我路过时，见她大冬天蹲在井边搓衣裳，手冻得通红。回府后，我便让丫鬟偷偷给她送了2床棉被和1袋米。我没亲自去，怕老太太脸皮薄，知道有人可怜她，心里过不去。丫鬟说下雨路滑，老太太摔了一跤，腿脚有些不方便。我想了想，还是自己跑了一趟。马车停在巷口，我拎着药包和几斤肉走进去。老太太坐在门口，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后笑了。姑娘又来了。我蹲下来，将东西放到她脚边。大娘，我顺路给您带了点药，跌打损伤的，抹一抹。老太太拉住我的手，眼眶泛红。姑娘，上回那棉被那是我家多出来的。我赶紧打断她，放在仓库里也是落灰，不给您给谁？老太太没再说话，只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我蹲在那里陪她说了会儿话，起身要走时，一回头看见萧逢清站在巷口，他倚着墙，不知站了多久。我几步走过去，你怎么来了？我追出去找你，只看见你落在桌上的荷包，我猜你要用钱。我接过来，干巴巴的哦了一声。萧逢清低头看我，声音很轻：“季姑娘，你都听到了。既然只是为了弟弟，又何苦来找我？”他像是看出我的别扭，忽然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季姑娘，你可能不信我，但我想说，这些天我所做的一切，皆是出自真心。我没有说话，他又道：“冯荣确实问过你的喜好，也确实想借我靠近你，但我愿意来，不是为了他。第一次在醉仙楼，我若不愿，他逼不了我。后来住进季府，也是我自己愿意。我记得你爱吃什么，不是为了转告冯荣，我替你说话，也不是替冯荣做人情。季清哲，我只是觉得你和我听说的不一样。”我心里忽然轻快了一点，可面上仍旧别扭。你跟我听说的也不一样。他笑了一声，我们并肩往回走。巷子窄，肩膀偶尔碰一下，我没躲，他也没让。第2日一早，萧凤清回了丞相府，我爹娘站在门口送他，笑得像起来谎。我娘拉着他的手说了半天，什么常来玩，什么回头让卓儿给你送点心，热情的像送亲女婿。萧凤清一一应下，末了看了我一眼，只这一眼，我心口便乱跳。等他走后，我娘回头就掐了我一把。你看看人家萧大公子，多好的孩子，你就不能学学？我学他做什么？学人家稳重，学人家知礼。你看看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同萧凤荣胡闹。我转身往院里跑。娘，我困了，回去睡回笼觉。其实我昨夜几乎没睡，翻来覆去都在想萧凤清那句皆是出自真心。他说这话时眼神很真，可我又怕自己看错。我从前从未觉得自己这么怂过，同萧凤荣斗嘴时，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到了萧凤清这里，脑子就成了一团浆糊。我趴在桌上发呆，丫鬟忽然跑进来：“姑娘，萧家来人了。”我抬头，萧芙蓉又来了。不是二公子，是萧家的管事，说是来提亲的。我手里的茶盏险些没端稳。谁？提谁？丫鬟捂嘴笑：“提您呀，姑娘。萧家大公子方才回府，便同丞相和夫人说了，说要娶您，那边高兴得很，立刻派管事来合八字，看吉日。”我整个人都愣住，这人也太快了吧！昨日才叫我信他，今日没人就上门了。他怕不是一夜没睡，就等着天亮，赶紧把事办了。我心里说不清是甜还是乱，脚却不由自主往正厅那边挪了2步，又硬生生停住。不行，我得端着点。上京城哪个不知道，我季清浊从不主动凑谁的跟前，就算萧逢清主动提亲，我也得等他亲自来同我说。正犹豫着，外头丫鬟又来报：“姑娘，萧家的管事找您。”我看向管事：“季姑娘，我家大公子邀您一叙。”到了丞相府，一个婢女迎了上来：“姑娘，大公子在后院书房等您。”我转身就跑，跑了2步，又觉得不对，停下来整了整头发，又拍了拍裙摆褶子，这才深吸一口气，往后院走。萧凤清站在书房窗边，背对着我，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来，他换了一身蓝白色长袍，衬得整个人像一块上好的羊脂玉。我看一眼，心跳就快半拍，嘴上却不肯服软。他笑了笑，从袖中取出一张红纸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合好的八字，上头批着2行小字，大意是天作之合，一世宜家。他说八字合过了，你爹娘也点头了。我捏着红纸翻来覆去看，这么快？不快，
他看着我，语气很轻。我想了很久了。这句话一下子撞进我心里，原来不是昨日一时兴起，也不是听见误会后仓促解释，他比我以为的更早认真。我抬头看他，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显得傻。萧逢清只是温和地笑了笑，说道：“先坐吧。”我翻出一张白纸摆在他面前，又从笔架上抽了支笔递过去。既然要成亲，那先说好规矩。他挑眉，我拿笔点着纸。第一，婚期得我来定，我说哪天就哪天。好。第二，成亲以后不许管我去戏楼，我那些朋友也不许赶。好。第三什么？我卡住，本来想说点厉害条件唬住他，可忽然想起他是萧逢清，不是萧逢荣。我同萧逢荣讲条件，才要写满一张纸。同萧逢清吗？我看向他，他安安静静坐在我对面等着，嘴角噙着一点笑，耐心十足。我把笔一搁，算了，第三条留着以后再说。他把那张纸折好，收进袖中，像怕我反悔。我小声嘀咕：“你急什么？怕你跑了？我能跑哪儿去？”他笑了一下。上京城里打你主意的人又不止我一个。我耳尖发热，正要嘴硬顶回去，外头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紧接着是萧逢荣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哥，你在不在？你帮我看看我真行头行不行？”书房帘子唰一下被掀开，萧逢荣穿着一身银红锦袍，头上簪着碧玉簪，整个人打扮得像年画上的财神童子。他兴冲冲迈进来，然后看见了我，脚步一顿，脸上的笑僵在一半。季清主，你怎么和我哥在一块儿？我懒洋洋同他招手。哟，二公子，好久不见。他的脸忽然红了，从脖子根一路红到耳尖，和那身银红袍子倒是配得很。萧逢清开口：“冯荣，你来做什么？”萧逢荣低头看了看自己那身精心打扮，又迅速移开视线。我没事儿，路过。萧逢清淡淡道：“你方才喊我帮你看行头，我那是穿去赴宴的，不行吗？”我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这副模样还挺有趣。这么多年，我头一回见萧逢荣脸红成这样。他以前同我在街上斗嘴，斗得脸红脖子粗时，也没红成这样。正僵着，外头一个小厮跑过来：“聘礼单子拟好了，管家让送来给大少爷过目。”萧逢清伸手接过单子，展开细看。放下吧。萧逢荣还杵在门口，声音有些不对劲：“哥，你要成亲了。”屋里安静了一瞬，萧逢清没抬头，目光落在单子上，嘴角却微微弯起。传话的小司机里见屋里没人答，便主动接话：“对啊，二公子还不知道吗？大少爷和季小姐明年开春就要成婚了。”萧逢荣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下，他站在门口，银红袍子被风吹得微微晃，头上那根碧玉簪亮得刺眼。这回他不瞪我了，他瞪他哥：“你真要娶她？”萧逢清把聘礼单子折好，收进袖中，平静看他：“你跟他才认识几日，就这么定了？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上京城谁不知道他季清卓？”萧逢荣，萧逢清声音沉了3分：“好好说话。”萧逢荣眼眶都急红了：“我不好好说！”他上前一步，拉住萧逢清的袖子：“你是我哥，你同他定亲，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你明知道我……”话说到一半，他又猛地咽回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他今日穿成这样，不是为了赴宴，他是想来问萧逢清自己这身行头好不好，再由萧逢清教他怎么到季府来同我说句正经话。可他还没来得及学会怎么开口，我已经成了他未来嫂子。萧逢荣声音发涩：“你现在告诉我，他要做我嫂子？”屋里静了片刻，萧逢清抬手将他的手从自己袖口上拿开：“冯荣，有些话你不说，旁人不会一直站在原地等你。”萧逢荣僵住，萧逢清又道：“你若喜欢他，便该好好同他说，而不是一次次惹他生气，再让我替你收拾残局。你把我推到他身边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日。”萧逢荣脸色一点点白了下去，他像是想反驳，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外头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紧接着帘子被人一把掀开，丞相夫人和丞相大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大约是下人见气氛不对，慌忙去请了长辈。萧夫人一进门，便瞧见2个儿子僵持着。这是怎么了？好好的，怎么又闹起来了？萧丞相皱眉看向萧逢清：“逢清，你是兄长，就不能让着弟弟？”我端着茶盏的手一顿，萧逢清站在那里，衣袖被拉皱了一片，可他脸上仍是那副温和神情，不生气也不解释。萧夫人还在念他：“丰荣从小脾气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闹，你让他2句便是。你这个做兄长的。”我放下茶盏。伯母，屋里忽然安静下来，我站起身，走到萧夫人面前：“今日是萧逢荣自己闯进来，也是他先拉住萧大哥不放，萧大哥只是拦着他，没有同他争。”萧夫人张了张嘴，又闭上。萧丞相咳了一声：“季姑娘，这是我们萧家家事，马上也是我的家事了。”我看了他一眼，又转头看向萧逢荣，他站在那里，脸色难看，眼睛却死死盯着我。萧逢荣，你听好了，我季清卓这辈子都不会嫁给你。你嘴巴毒又讨人厌，从小到大见我就没说过一句好话。萧逢荣嘴唇抖了抖，却说不出话。你自己想想，你认识我10几年，知道我爱吃什么吗？
我冲他笑了一下。你不知道，你只知道怎么惹我生气，怎么同我斗嘴。你以为那是亲近，可我只觉得你烦。你哥和你不一样，他是真心实意想对我好，跟你萧逢源没有半文钱关系。屋里安静的落针可闻。萧凤荣站在那里，银红袍子衬得他狼狈又扎眼。他喉结动了动，像想说什么，最终又咽了回去。萧凤清忽然走到我身边，伸手替我拍了拍袖口沾到的一点茶渍。我抬头看他，他冲我微微摇头，嘴角却弯着，看得出来他心里挺受用。婚期定在次年3月，正赶上春暖花开。我爹娘乐得像捡了金元宝，日日张罗着添置嫁妆。我说不用太铺张，我娘戳我脑门。你懂什么？嫁进丞相府，不能叫人看清了。我想了想，没告诉他。萧凤清早就同我商量好，成婚之后我们搬出去单住，不住丞相府。他说他这些年替家里撑得太久，也想有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院子。我当时装得若无其事，只哦了一声，心里却高兴的不行。成婚那日，上京城热闹得很，凡同我赌过钱的、吵过架的、一起听过戏的朋友全来了。他们起哄要闹洞房，被萧凤清一个接一个不紧不慢请了出去。嫁进萧家的第一日，便把萧凤清拐出来单过，也算我季清浊做的最漂亮的一桩买卖。搬进小院后，日子比我想象中还舒坦。萧凤清是真的会照顾人。早上我还没醒，他便已在廊下泡好了茶。等我磨蹭够了，推门出去，茶正好温着。我有时靠在门框边啃点心，看他搬了梯子，修院里槐树上的歪枝，心里就想，难怪萧逢荣输了这么多次。有这样的哥哥，谁还看得上弟弟啊？说到萧逢荣，自我们成婚后，他消停了不少。起初他还来过2封信，一封是写给萧凤清的，一封是写给我的。写给我的那封字写的歪歪扭扭，开头便是季清正，我不是输不起。我看着这句差点笑出声，往后几行却叫我慢慢笑不出来了。他说他以前以为只要我愿意同他吵，便说明我眼里有他。他说他不会好好说话，也不知道怎么讨人喜欢。他说他让萧凤清来继父，本意是想让哥哥帮他打听我的喜好，可他没有想到哥哥会比他更懂得珍惜。他说他输得不远，信的最后还写等我学会好好做人，再回来同你们说话。夏日过去一半时，萧凤清告诉我，冯荣要走了，去北京大营参军，朝廷那边已经批下，下个月出发。那晚我翻来覆去没怎么睡着，倒不是舍不得萧凤荣那个混账东西，有什么好舍不得？他走了，上京城都清静3分，只是觉得有些奇怪。以前天天跳着脚同我吵同我闹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出发那日，我去了城门口，没凑近，只站在茶棚后远远看着。萧凤荣穿着新发的兵甲，黑沉沉的，早没了往日银红锦袍和碧玉簪的张扬，远远瞧去像换了个人。萧夫人在旁边哭得厉害，萧丞相板着脸训话，萧凤清站在一旁仍旧温和。萧凤荣临上马时回头看了一眼，我没动，他也没动。片刻后跟着队伍出了城，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萧凤荣偶尔来信，写的不长，3言2语说北京风大，说营里伙食还行，说他当上小队长了。萧凤清把信拿给我看，我扫2眼就扔到一旁，嘴硬道：谁稀罕看？上京城依旧热闹，戏楼里咿咿呀呀唱着我听惯了的绿牡丹。我偶尔路过，同旧日朋友打个招呼，他们问我萧凤荣还回不回来，我说不知道。走远后又想起那人骑马出城的模样，黑甲红缨，倒真有几分少年将军的意思。后来我同我娘提起当年那些赌局，我和萧逢荣赌了那么多回，他输了他哥500多天的赔礼期限，结果他哥最后成了我相公。我娘乐得直拍大腿。那你可真是赢大了。我心想，可不是吗？这笔买卖做的实在太值了。只是萧逢荣大约永远也想不到，他原本想用哥哥替自己探路，最后却亲手把哥哥送到了我身边。而我季清浊这一回赢得彻彻底底。